好，我们现在要来讲怎么样来做这个浆糊了。做衣服要上浆用的浆糊，还有两种，一种是那个上浆的浆布用的，做我们的滚条的。那还有一种是我们用来滚边的时候来固定滚条用的。那么它们其实主要的区别是浓度不一样，当然你也可以都把它综合一下，就是我是分开的，就是我上浆的那个，我希望那个浆液稍微薄一点，就是轻一点，然后用来做粘性、用来滚边的那个呢，就是要做的稍微就是稍微厚一点、稍微浓一点，这样子就是固定的效果比较好。那么首先我们找一个锅，里面多放一点水，烧开了之后，把火转成小火，然后用一个这种隔水蒸的这么一个做糕点啊、西式这种带柄的这种不锈钢的这种小锅子，你在网上应该很容易可以买得到这种的。它有个钩，这样子放起来也不会滑下去。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拿那种搪瓷碗啊什么的泡在水里面来。我就是建议大家做这浆糊的时候，一定是隔水蒸。你如果直接在锅里面用火来做的话，你很容易把这个浆糊做糊。水差不多要开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火减到小火，然后呢，多少的量呢？这里是50克。你自己称，这里是50克的这个澄面，那我们用小麦淀粉来做就好了。因为老一辈的那个裁缝，他就是自己拿那个面粉拿来揉出面筋来，然后再自己做出这个提取这个面粉，这个小麦淀粉，那我们就用不着了。那我们直接可以买现成的小麦面粉就可以了，用不着自己去做啊，那个很便宜的，几块钱、10几块钱一包。一包450克，这种很多的，你自己可以随便买，但是一定记住是小麦面粉、小麦淀粉。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淀粉，玉米淀粉、豌豆淀粉都有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使用的一定是小麦淀粉，因为它做出来了之后，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它是做虾饺的，它做出来了之后，它这个颜色是透明的。如果你用其他的淀粉的话，功用是可以，但是它自己是有颜色的。那么你在做的时候就会损害你的面料，也影响你的操作。它自己是有比较浓的颜色的，那这种透明的是比较好的。好，我们水开了，然后关成小火，把这个放上去。放上去之后，我们先做的是比较轻一点的那个就是比较轻一点的那个叫什么用来浆布用的。那200毫升水倒进去。好，如果你有那个，就是我们做西点的时候会有一个筛粉的那个杯子。我们做西点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筛粉的这种杯子的。好，我们可以把它放上去一点点的。我们有个筛粉的杯子，一点点的我们把它放进去。好，然后我们使用这个来搅它。注意下面是小火，一定要搅散，用这个比较容易打散一点。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摸索着的，这个量是不一定的，你看你自己需要的。总归你来浆布就是会清浆，就是会稍微淡一点。那用来固定做滚边，那肯定要稍微浓一点。你一点点的加，不要一次性全部加进去，先搅，随着温度的上来。然后这个浆液现在是白色的，待会儿它就会变得比较，温度上来之后它会变得有粘性，并且开始颜色变了，开始发青了，就是开始变得稍微透明一点了。然后你一点点的加进去，你就会知道你自己该什么时候停。现在已经有一点发青，没有刚才那么白了。那我们再弄一点进去。
快速的搅拌，下面还是小火，好，快速的搅拌。特别是上浆的这种啊，这个浆啊，肯定是不会是很浓的，很浓的你上浆上不了。好，我大概还剩了一半，也就是说，按照我现在加的200毫升的水，我估计放了25克的这个进去，25克的这个小麦淀粉进去。现在里面还有些小颗粒，一定要快速搅拌到小颗粒都没有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时候还有一点浓了的话，那你还可以继续往它里面加那个就是你如果家里面有那个食物料理机，手持式的那种，你可以拿进去打一下，肯定是可以确保你的那个，因为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水分在蒸发的，所以你要稍微再调点水进去。大概又加了。好，差不多，大家看一下这个浓度，好，比较水的，好，这个我们拿来做那个就是上浆用的，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碗里，和我们后面要拿来做滚边用的，我们分开存放。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稍微清洗一下，重新接水。好，然后现在我们继续，刚才我们总结一下，刚才这个拿来浆布的比较水的这个浆是300毫升水，再加差不多25克，这个25克不到20克，25克的这个澄面也是小麦淀粉。好，然后我们现在再倒20毫升水进去。这次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的，先就可以加一点进去，就是弄一下，慢慢的撒进去。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不让那个起颗粒，不会让整颗下去你把它弄不散。如果但凡有一点点颗粒也没有关系。如果颗粒稍微多呢，你可以用这种手持式，它头上有这种手持式的料理机啊，或者你杯状的料理机安上了那个搅拌头，把它搅拌一下，它那个颗粒就会没有的啊。然后让这个浆液自然冷却，但是要注意一点，这个浆液不管是厚的还是薄的，冷却之后它都会变硬，一点，都会像冻一样的果冻一样的。那么你要用的时候，你稍微加一点点热水进去，就是看着情况加一点一点的加进去，然后你也是一样的，拿勺子啊，或者是像这样的搅拌器去把它搅拌散、搅拌均匀，再继续使用。当然你不要浓浆被你到时候调成一个稀浆就不行了，所以说也是一点点的加，好吧。当然啊，你是浓浆的那个拿来固定的，它成一块也无所谓。但是你上浆的这个呢，
你就不能放很久。上浆的这个稀的，如果变硬了之后，你上浆其实就是会比较麻烦的。那很多人是喜欢用那个就是用硬的那个，像银行卡啊或者会员卡那种硬卡来刮。如果太硬了的话，你容易刮不散。那我个人是喜欢用那个毛刷来刷，那所以它在像液体的状态之下是最好操作的。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的。真的很多手工的东西都是你自己要有自己的一套，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教给你，你知道了之后，你习惯用哪一种，你完全可以自己决定的，就是甚至你可以形成自己新的一种方法。一点点的加进去，边加边打散。当然最好是一个方向，不要像我这样反过来了，我这样顺手一些。刚才在忙着讲，然后怎么就是不要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你尽量都是朝一个方向吧。这个比较浓一点，所以我可以一次多放一点，没有所谓。如果觉得温度太高，你可以给它拿起来，这个就拿起来搅一下。这个就是用这个有手柄的这个比较好的地方了啊。做的时候尽量还是就是用多少做多少吧，不要做的太多。做的太多的话，你可能反正又不能保质太久。你就是做一件旗袍，你就做一个旗袍的量就好了，这么多差不多了，其实都多了。但是再少的话，你又不大好操作，所以差不多好。好，你看，差不多。这个也不能太干，太干了又太多，弄得太就是，好看到，像这个粘稠程度差不多了。大家注意观察这个粘稠程度啊。这个也不是一定的，就是也要看你自己习惯和手感，总归你要自己尝试一下才知道。好，差不多就是一半一半了。这边25克，这边25克水，这边浓的200毫升，这边我用了300毫升。OK， 好，然后浓的这个是拿来做滚边，拿来固定的，所以要浓一点，是这样的。那轻的这个呢是拿来上浆的，所以它就是会那个更像水一点。